25日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正式公布，一份名单迅速点燃了娱乐圈的讨论。肖战主演的《藏海传》成功进入电视剧提名，但令人意外的是，肖战本人却没有进入最佳男主角最终提名名单。最终入围最佳男主角的6位演员分别是于和伟、王仁君、王宝强、王骁、胡歌和郭京飞。也就是说，《藏海传》获得了认可，但肖战个人却止步于视帝竞争之外。对于这样的结果，很多观众第一反应就是2个字：意外。毕竟在此前的网络讨论中，肖战一直被视为热门人选。《藏海传》的热度也曾让他拥有非常强的竞争力。然而最终名单出来之后，现实却与不少人的预期出现了明显落差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导演王兆达在相关讨论中提出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观点：肖战身上可能存在一种流量的枷锁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如果单纯把没有提名等同于演技不够，其实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判断。金鹰奖本身并不是单纯按照演员人气来决定结果的奖项。中国电视金鹰奖创办于1983年，是由中国文联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等相关机构参与主办的重要电视艺术奖项，其评选一直强调专家、行业会员以及观众等多方面评价。而今年的变化更加明显。第33届金鹰奖已经公布的评选机制中，观众投票、视协会员以及专家评审共同参与，专业评价的权重进一步提高。与此同时，奖项设置也进行了调整。换句话说，今年的金鹰奖竞争环境与过去已经有所不同。过去一个演员拥有巨大的粉丝基础，可能意味着极强的公众影响力。但现在，影响力并不一定能够直接转换成最佳男主角的提名。这也是肖战此次落选引发巨大讨论的关键。因为他拥有极高的人气，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。但当奖项越来越强调作品质量、角色完成度以及专业评价之后，人气高与拿奖之间便不再是一条直接的通道。所以，与其说肖战输给了其他演员，不如说他面对的是一套正在发生变化的评价体系。王兆达所说的枷锁，其实可以从2个方向理解。第一，是外界对顶流演员的固定印象。当一个演员长期处于巨大流量中心时，观众往往会先看到他的热搜、粉丝数量、商业价值和话题度，然后才去讨论角色本身。这对于普通演员来说可能是优势，但对于顶流演员而言，却可能变成一种无形压力。因为一旦一个人拥有极高的人气，外界对他的要求也会随之提高。你演得好，别人会说这是应该的；你演得一般，批评声却可能迅速放大。你拿奖，别人会讨论是不是人气带来的；你没有拿奖，又会有人质疑是不是流量演员被排除在外。无论结果是什么，似乎都很难简单地回到演员和角色本身。第二，是演员本人需要不断摆脱过去成功留下的标签。肖战早期凭借高热度作品迅速走进大众视野，此后又不断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。但对于一名拥有巨大粉丝基础的演员来说，真正困难的往往不是获得关注，而是让行业逐渐忘记他的流量身份，重新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表演上。这可能才是所谓枷锁最值得讨论的地方。其实也不能这么简单理解，因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，《藏海传》本身进入了电视剧提名，这意味着作品并没有被完全忽视。换句话说，至少从最终名单来看，作品和演员个人奖项并不是完全绑定的。一部剧可以得到认可，但其中某一位演员未必一定进入最佳男主角。这种情况在影视奖项中并不罕见。而且，今年最佳男主角的竞争本身就非常激烈。于和伟、胡歌、王宝强、王骁、郭京飞等演员几乎都有非常鲜明的表演标签。他们中的一些人长期扎根现实主义题材，一些人则已经在多个角色中建立了稳定的专业口碑。因此，肖战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没有人气的竞争，
而是多个维度的综合比较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次落选更值得被理解为一次阶段性的结果，而不是对肖战演员身份的最终定论。如果说金鹰奖这次结果真的给肖战带来什么启示，那么或许不是流量演员拿不到奖，而是越是拥有巨大流量，越需要用作品证明自己。这是一个非常残酷，但也非常现实的逻辑。流量能够让演员获得更多机会，却不能永远替演员完成角色。粉丝可以让一个名字迅速登上热搜，却无法代替演员在镜头前完成一个复杂人物。真正能够留下来的，最终还是角色。所以，与其反复纠结一次提名，不如把目光放得更远。对于肖战来说，未来真正重要的，不是每一次是否能够赢得奖项，而是能不能不断拿出让观众记住的角色。如果未来3部新作品能够在题材、人物塑造和表演方式上继续突破，那么今天的这次落选，或许只是漫长演员道路上的一个小节点，甚至可能成为他摆脱流量标签的转折点。名单公布之后，出现争议其实完全可以理解。喜欢一个演员，自然会希望他获得最好的结果。但是，真正成熟的支持，并不是每一次结果不符合预期，就认定存在不公平。同样，也不能因为没有获得提名，就反过来否定演员过去所有的努力。奖项有自己的评价标准，演员有自己的成长道路，观众也有自己的判断。这三者本来就不应该完全划等号。对于肖战而言，他真正需要面对的不是一次金鹰奖提名，而是未来几年如何继续证明自己。如果有一天，他能够让观众在讨论一个角色的时候，第一句话不是这是肖战演的，而是这个人物真的演得很好，那么所谓的流量枷锁，或许才算真正被打破。而这可能比一座奖杯更加重要。现在距离第33届金鹰奖颁奖典礼已经非常接近，最终获奖名单将在8月30日揭晓。但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肖战这次落选已经制造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话题。当一个拥有巨大流量的演员走向更专业的评价体系时，他究竟应该如何证明自己？是继续依靠高热度作品，还是主动挑战更多不同类型的人物？是等待时间改变行业印象，还是用一个又一个角色主动撕掉过去的标签？也许这才是流量枷锁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。王兆达提到需要沉淀的观点，某种程度上也给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答案。演员最不缺的可能是掌声，最缺的却是时间。时间可以让观众慢慢忘记一个演员曾经的标签，也可以让真正优秀的角色留下来。所以，肖战这一次没有站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的竞争舞台，并不意味着他的演员道路已经被定义。恰恰相反，对于一个仍然处于职业上升阶段的演员来说，一次没有拿到的奖项，有时候反而能够成为下一阶段成长的起点。真正的答案不在今天的热搜里，也不在一张提名名单里，而在未来的作品中。如果下一次肖战再次站在重要奖项的候选名单里，那个时候的他，是否已经不再只是顶流肖战，而是一名能够单独用角色说话的演员？这或许才是所有人最期待看到的答案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娱乐圈热点与影视人物深度分析，欢迎关注频道，点赞并订阅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你认为肖战此次落选更主要是评选机制变化，还是流量标签影响？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